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开启对越南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期间中越双方签署了10项合作协议，内容涉及交通互联互通、海关、农业、跨境网络支付等广泛领域。双方还就海上问题坦诚交换意见，一致同意共同维护海上稳定。应越南总理范明政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晚乘包机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开始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首先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今年8月，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战略擘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定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李强指出，希望双方同步推进铁路、高速公路、口岸基础设施硬联通和智慧海关等软联通，为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维护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坚实支撑。愿同越方持续做大经贸合作蛋糕，积极研究试点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拓展信息技术、新能源、数字经济、重要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积极开展3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好、促进好亚洲繁荣安宁。苏林表示，越南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始终将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越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越方支持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和3大全球倡议。苏林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还有国家主席之后呢，中越关系的发展在已有的基础上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大的发展。中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双方之间呢，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制度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双方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共同的利益，中越之间能够一直保持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和中南半岛，甚至中国和整个东盟之间的关系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越南总理范明政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李强到访。随后两人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关于交通互联互通、海关、民生、教育、农产品贸易、新闻媒体、银行等领域的10份合作文件签署仪式。深圳卫视注意到，无缝铁路连接是越南媒体关注的焦点。此次双方同意加快推进、有效执行连接越南北部各地与中国相连的3条标准轨铁路项目，包括升级从老街军河内到港口城市海防，以及从亮山到河内的现有铁路，还将建设从芒街经下龙到海防的第3条沿海铁路。越方也高度重视如何与中国铁路连接的问题。近日，范明政主持召开了政府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项目细节，核心就是确定这3条新铁路都会采用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与中国的铁路标准完全一致。双方还将在投资、技术、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The checks were originally laid by the French when Vietnam was still a colony a century ago, and they are set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system connecting China with Vietnam's key economic hubs, stretching across northern regions where many industries are based, to the seaport of Haiphong. The $11 billion project, covering nearly 400 kilometers, is expected to begin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next 3 years. 中越还致力推动智慧海关、智慧口岸软联通升级，为扩大双边贸易往来创造便利条件。据悉，中国支付宝公司、中国银联国际已和越南国家支付公司签署有关跨境支付服务的协议，未来两国人员将方便在对方网络进行扫码支付。从这个硬联通的角度来讲，跨境铁路可以形成一个网络效应，让人、财物在这个中国和东南亚这个区域里边快速的流动，然后创造更多的机遇。从这种软联通的角度来讲呢，越南呢，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作为这个东南亚国家转口到中国的一个关口，而且中越之间有很多的这种非常良好的便民贸易，所以一些智慧的海关、智慧的支付，包括一些标准的互联互通、互认，其实都会
极大的促进这种贸易的便利化。在自然禀赋方面，中国与越南存在互补性，特别是热带农业和种植业。此次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就包括扩大对越南柑橘类水果、柚子、牛油果、番荔枝、水牛肉、龙虾等优质农产品开放市场。国庆前夕，首届越南水果节在北京举办，众多新鲜美味的榴莲、红毛丹、椰青等热带水果深受中国老百姓欢迎。这是一个庞大的农产品市场，因此对越南农产品来说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据海关统计，10年来中越双边贸易额保持2位数增长，中国一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9月，双边进出口总额达1486亿美元，其中越南对华出口436亿美元，同比增长1%；自中国进口1050亿美元，同比增长32.5%。越通社预计，今年两国进出口总额有望接近2000亿美元。外界注意到，电动汽车产业是未来中越合作的新增长点。范明政在会谈时表示，建议在电动汽车、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等中方的优势和越南拥有需求的领域开展合作。政策利好加上地理位置相近，中国多个电动汽车品牌如比亚迪、名爵、极氪、吉利、长城等都积极布局越南市场，未来可能在越南投资建厂。以行业领军品牌比亚迪为例，今年7月，比亚迪的海豹、海豚和元 Plus 3款车型正式进军越南市场，致力于促进越南绿色交通工具和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多元化，是比亚迪在越南市场的重点战略。中国电池企业也同样将目光投向越南，国轩高科、宁德时代、辉能科技等企业纷纷与越南达成合作意向。近日，新旺达发布公告称，拟通过下属子公司中国香港新威设立越南锂威有限公司，并投建越南锂威消费类锂电池工厂项目，总额约20亿元。之所以选择在越南建厂，新旺达方面介绍到，越南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承接了较多的消费电子产能转移，相关产业链配套也不断得到完善，可以较好地满足公司建设海外生产基地的需要。当地时间12号，40个向联黎部队派遣维和人员的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近期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然而，以色列方面却敦促联合国撤出联黎部队，还重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黎以冲突进一步升级，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这份联合声明由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由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印度、法国、中国、西班牙等派遣国联合签署。声明说，这种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同时应对袭击进行充分调查。声明重申全力支持联黎部队，其主要目标是在黎巴嫩南部及中东地区实现稳定和持久和平。近日，黎以冲突升级以来，已有5名联黎部队维和人员受伤。联黎部队12号说，该部队纳古拉总部一名维和人员被附近进行中的军事活动的枪弹击伤。斯里兰卡军方发言人11号证实，联黎部队2名斯里兰卡籍维和士兵遭以军袭击受伤。联黎部队10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向联黎部队纳古拉地区司令部的一座哨塔开火，造成2名印尼籍维和部队人员受伤。The conflict right now between Hezbollah and Israel is not only a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is really turning very soon into a regional conflict with catastrophic impact for everyone. So the responsibility is with everyone, definitely with the parties, but also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当地时间13号，古特雷斯表示，联黎部队人员及其驻地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此举可能构成战争罪。然而，以色列方面对此却置若罔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3号喊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其将联黎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交战区域。Mr. Secretary General, get the UNIFIL forces out of harm's way. It should be done right now, immediately. 此前，以色列曾宣布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入境。13号当天，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媒体发帖，重申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进入以色列。已有超过100个联合国成员国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对以色列这一行为进行谴责，并表示对秘书长及其工作的全力支持和信任。
此外，以色列方面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再次威胁联黎部队的安全。13号凌晨4点30分左右，以军2辆坦克破坏位于拉米亚的联黎部队驻地大门，强行进入驻地，约45分钟后离开。之后，同一驻地的维和人员报告附近有数发炮弹发射，由此产生的浓烟导致10多名维和人员身体不适。以军方当天回应称，以军在离南部地区遭遇了反坦克导弹袭击，袭击地点距离联黎部队的一个营地很近。一辆坦克在帮助撤离炮火下的伤亡人员时，倒车撞入了该营地。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他们使用烟幕弹为撤离伤员提供掩护，但其行动对联合国维和部队不构成威胁。当前，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有3支分队，其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据悉，部队营区周边警报声、枪声、爆炸声持续不断，最近的爆炸点距营区不足1公里。同时，空中也不时有火箭弹、无人机飞过。处的位置是距离蓝线仅6公里的中国维和营区地下防空掩体。对于我们布里维和建筑工兵分队来说，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警报声、枪声、炸弹声等等都不绝于耳。火箭弹、无人机往来不断，战机时常在头顶释放巨大的音爆进行威慑。何雷说，分队在防空掩体内储备战备食品、医疗物资、通信设备、日常用品等保障物资，在掩体出口增设防护设施，做好应急处突准备。我们在防空掩体内增设了战备食品、医疗器材、通信设备、日常用品等6类1000余件防护保障物资，持续优化改进掩体的生活条件。商务部发言人12号透露，自9月20号起，中欧双方进行了8轮磋商，双方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但针对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磋商还存在重大分歧。到目前为止，磋商仍未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除电动汽车外，欧盟又有新动作，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展开反倾销调查。中国商务部12号表示，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双方还存在重大分歧。到目前为止，磋商仍未达成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商务部进一步强调，中方通过对话磋商寻求解决方案的态度和诚意没有改变，已正式邀请欧方尽快派技术团队来华，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的磋商，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欧方于10月4号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仲裁草案，不过欧盟要到本月30号才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及实施条例，因此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中国与欧盟就价格承诺的谈判仍在密集展开。欧盟有这个动机去维持这一个谈判，他也希望呢，能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能够为中方所接受。所以我想谈判呢，应该还会，目前来看还会持续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分析认为，此次谈判的过程必将是艰苦的和长期的，中方不预设谈判结果，但在涉及国家和企业利益等重大问题上，中方不会让步。就在2天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此后，米歇尔在接受采访时称，大门还没有关上，但局势非常复杂，充满挑战。他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达成协议，但警告说，达成协议的过程将非常艰难，还试图甩锅中方，要求中国调整行为，以解决相关贸易争端。有报道称，欧委会正在绕开中方行业协会，就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单独与部分企业进行价格承诺谈判。中国商务部明确表示，此举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会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不利于推进磋商整体进程。值得一提的是，此前1个月有消息称，欧委会驳回了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最低售价提议。知情人士透露，中方曾提议欧洲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售价不低于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2万元，以避免欧盟征收反补贴关税。但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因为欧方的预期价格是3.5至4万欧元。
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热销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价格优势。去年上半年，中国纯电动汽车的平均零售价约为3.2万欧元，约合24.8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售价低于1万欧元的比亚迪海鸥等车型。而小型电动汽车比亚迪海鸥计划明年在欧洲上市，预计定价将略低于2万欧元。因此，这些车型如果想要进入欧洲，就只能主动提价。但显然，中欧当前的谈判就卡在了最低价格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健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双输的，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发展，也将给欧洲企业带来巨大伤害。就需要中欧双方通过持续谈判找到折中的解决方案。中欧关系在过去为双方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未来也依然需要彼此。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逝，欧盟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对欧盟自身的伤害，我想到那个时候，欧盟才可能会有一个策略上的调整。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舰机多项抵近台岛，诸军兵种联合突击。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同一天，中国海警舰艇编队为台岛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还台岛巡航管控。这是按一个中国原则依法管控台岛的实际行动。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舰机多项抵近台岛，诸军兵种联合突击，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治权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这次演习针对的是赖清德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台独分裂分子要想在中国的领土上搞分裂活动，只能是死路一条，必将成为解放军军事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第二，这次演习表明解放军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它不仅展示了我们空前强大的实力，彰显了坚定不移的意志，而且进一步塑造了对台进取威压的态势，同时也反映了解放军改革强军练兵备战所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效。第三，这次演习将对台独分裂势力产生更加强烈的震慑。我们就是要通过演习，明确地告诫赖清德当局，台独分裂只能是死路一条，分裂势力胆敢挑衅一次，解放军就进取一步。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得越紧，我们封锁台湾的链条就会拉得越紧。近半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2024年5月23号至24号举行联合利剑2024A 演习，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间接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在演习科目上呢有很大的不同了。那上一次呢是包括了有联合的这种战巡夺取呢制空权等等。很显然，第一阶段的这些工作做完之后，那我们看一下这次呢就是联合利剑2024B，那它后边呢所做的，看呢就是实施呢对台岛的整个封锁。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10月14号，海警2901编队、1305编队、1303编队、2102编队为台岛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还台岛巡航管控。这是按一个中国原则依法管控台岛的实际行动。
伊朗为了破坏美国稳定，可能密谋行刺特朗普，并致信特勤局、白宫和国防部，要求美国政府动用军事资源加强保护，包括派出军用飞机接送特朗普，扩大对特朗普住所和集会场所的飞行限制，在摇摆州预先布置防弹玻璃，以及为其提供军用车辆。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回应称，会为特朗普提供等同现任总统的保护措施。Will you approve Mr. Trump's request to use military aircraft in the final stages of the campaign? As long as you didn't ask for F-15s. So what happens? Look, well, I've told the department to give him every single thing he needs for his, any other, as he were sitting president, give all that he needs. If it fits within that category, that's fine. 美国特勤局证实，已经给予特朗普最高级别的保护。除了以上资源，特勤局还向这位前总统提供了包括反无人机空中监视系统在内的先进技术系统。有分析指，这些要求既非同寻常，又史无前例，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在选举前乘坐军用飞机。另一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则因为是现任美国副总统，所以可以得到海军陆战队的保护，并乘坐代号为空军2号的军用飞机。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已经遭遇过2次未遂刺杀事件。7月13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次竞选集会上遭到枪击，右耳被子弹击伤，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毙。此次刺杀未遂成为此次美国大选的重要黑天鹅事件。2个月后的9月15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打高尔夫球时又经历未遂刺杀图谋，这回没有受伤，嫌犯被拘捕。外界认为，此次特朗普团队再次炒作暗杀企图，有博眼球嫌疑。此前有知情人士称，伊朗认定特朗普等美国官员需要为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事件负责，正试图暗杀特朗普。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前指，没有证据显示针对特朗普的2起行刺案与外国存在联系。伊朗也否认跟事件有关，强调无意干涉美国事务。有美国舆论称，7月份的那次未遂刺杀给特朗普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民调提升效应。在美国大选倒计时3周之际，特朗普和哈里斯在7个摇摆的民调不分上下，共和党阵营想要复刻当时的场景，拉抬选票。哈里斯方面也不甘示弱，12号他公开了身体检查结果，证明自己具备胜任总统职责的生理及心理素质，同时质疑对手特朗普欠缺透明度。So today I released my medical records, as has, I believe, every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 Donald Trump in this election cycle. And it's just a further example of his lack of transparency. 现年59岁的哈里斯公开医生信件，显示他在4月进行的体检结果并无异常，健康状况良好，只是有季节性过敏及荨麻疹。外界认为，哈里斯竞选团队期望通过公布健康报告与特朗普今年甚少公布健康详情的做法形成对比。此前，特朗普多次打出年龄牌，抨击民主党此前的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拜登身体状况欠佳，不能胜任总统之位。然而，如今年龄回旋镖伤及自身。特朗普团队回应称，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完全可以胜任总统一职。此前，美媒曾透露特朗普胆固醇过高，而且他公开表示自己非常钟爱高热量的垃圾食品。一些心脏病专家曾担心特朗普可能有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美国又来拱火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相关美国军事人员，以帮助加强以色列防空能力，作为对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回应。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目的是在伊朗于4月中旬和10月初2次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的背景下，帮助以方增强防空能力。这也是美军近几个月来在中东调整力量部署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不是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拜登指示美军向中东地区部署一套萨德系统。2019年，美国也曾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国一贯奉行双重标准，在中东问题上拉偏架的做法，正在把中东推向战乱的深渊。